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5种孤寡女人面相，争强好胜，脾气大，晚年孤苦无依。一，人中有横纹。人中也称寿堂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运和性情。对于女人来说，也称为子庭，代表着生育力和子女运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部位长有横纹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身体素质不佳，生育能力低下，容易有不孕不育的可能。而且这种女人大多性情和脾气都非常的急躁，做事总是优柔寡断，缺乏魄力，做事缺乏条理，说话不知道分寸，特别的容易得罪人，不受人待见，人缘比较差，异性缘不佳，感情大多不顺利，容易嫁给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，婚后受到冷落。2. 耳轮反转。耳朵在面相学中影响着一个人的智力水平、个性和福气。如果女人的耳廓骨长得高耸外翻，反包耳轮的话，这种耳相在面相学中也称为轮飞廓反。这种女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活泼开朗，但是个性特别的叛逆，为人处事方面特别任性，而且特别的喜欢表现自己，凡事都要争强好胜，喜欢出风头，爱与别人抢功劳。但是遇到问题总会给自己找一大堆理由，考虑问题的时候特别的主观，从来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，脾气非常大，缺乏包容心，非常的不招人喜欢。3. 眼球突出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如果女人的眼球外凸较为明显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特别的爱交际，表达能力和表达欲望都非常强，不过却有一些神经质，整天像个话痨一般，特别的爱唠叨，给人一种比较啰嗦之感，而且好胜心极重，表面上看上去大大咧咧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实际上什么好事儿都想掺和一脚，还经常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是非，做事也是虎头蛇尾，经常半途而废，没有一点恒心。初始交往觉得人很不错，时间久了就会慢慢变得非常惹人嫌。4. 希腊鼻。所谓的希腊鼻指的是鼻梁长得较为高耸，尤其是山根部位长得高而平直。山根在面相学中称为夫妻座，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强弱和婚姻运好坏。这种鼻相的女人一般外形较为突出，但是性格方面大多比较高傲和强势，凡事喜欢争强好胜，而且属于那种特别完美主义的人，喜欢钻牛角尖，既渴望浪漫，又接受不了男性比较平庸，对于另一半的要求比较高，让很多的男性望而却步，感情大多也是无疾而终。5. 泪堂部分枯陷。泪堂位于眼睛的正下方位置，在相学中也称为子女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、子女运势和夫妻感情。如果女人的泪堂部位长得干枯而下陷的话，这种女人一生大多比较的操劳，整个人的性格方面也比较的麻木和冷淡，为人处事方面给人一种比较刻板木讷的感觉，在生活中缺乏激情和情调，不懂得浪漫。与这种女人在一起生活的话，会感觉生活非常的乏味，让人提不起兴致，容易受到丈夫的冷落，整天显得郁郁寡欢，晚年时候与子女关系也不是很好，晚年孤独而辛苦。2. 5种苦命女人面相，性格软弱，没主见，小家子气，受气又受穷。1. 耳朵形状小，缺乏主见。耳朵主智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主见。如果女人的耳朵长得很薄很软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先天肾气不足，身体素质较差，容易体弱多病。而且这种女人一般没有什么想法和主见，对自己缺乏自信心，依赖心理非常的重，性格方面比较的懦弱，遇到事情就会慌乱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就想着退缩和逃避，缺乏承担，非常的没有安全感，即使吃亏也是闷在心里面，有苦说不出，很多时候只会生闷气。2. 口小合不拢，逆来顺受。嘴巴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，这里说的口小指的是嘴巴的长度小于鼻子2翼的宽度。如果嘴巴长得小且嘴唇外翻合不拢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头脑比较简单，口舌却非常的伶俐，说话往往不过脑子，特别容易得罪人，而且眼光非常的狭窄，缺乏思考，做事没有条理和规划，在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小家子气，不过忍耐力极强，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咬牙坚持，一生的财运状况不佳。3. 眼睛小，内向又被动。
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，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。如果女人的眼睛长得很小，如豆子一般，并且眼尾比较短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内向和消极，思想也比较的保守，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比较慢，做事不积极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，喜欢安安稳稳的日子，不喜欢尝试和折腾，遇到问题时总想依赖别人，缺乏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，而且疑心很重，对他人保持很高的警惕，只要认定的事情，别人谁劝也没用，非常的小家子气。4. 下齿龈往后收，个人意志不坚定。牙齿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和个性，如果女人的下齿龈往后内收明显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悲观和消极，也比较的软弱，缺乏主见和定力，容易被周围的人和事所干扰，意志力非常的薄弱，喜欢随波逐流，缺乏自己的主张，凡事喜欢听人安排，没有自己的主见，分析力和判断力都比较的差，容易上当受骗，也容易受到他人的排挤和欺负。5. 地格窄小，防御心强。地格主要指的是腮骨和下巴两部分。如果一个人的脸型瘦削，下巴尖瘦无肉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内心非常的自私和敏感，凡事只考虑自己，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，而且心思特别的细腻，心里整天装着许多事，太过在意外界对于自己的看法，做起事来也是畏手畏脚。这种女人一般交际能力比较差，依赖性也比较重，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整日多愁善感，活得非常辛苦。3. 5种好面相女人，财运好，收获多，一生旺财又旺家。1. 山根饱满平滑。山根位于印堂下方两眼之间，属于鼻梁的根部，在相学中也称为夫妻座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婚姻、健康和事业财运。如果女人的山根部位长得高耸而饱满且平滑干净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脾气很好，而且个性独立，很有主见，心胸开阔，不喜欢斤斤计较，善于处理身边的各种人际关系，自立又自强，人缘很好，与丈夫关系和谐，不仅自身事业发展较好，还能给对方带来好运和帮助，一生旺财又旺家，娶到他们乃是人生一大幸事。2. 眉毛细长顺滑。眉毛在相学中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情绪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秉性和精气神。如果女人的眉毛长得柔顺细长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情温和，心地善良，不仅头脑聪慧，而且眼光独到，凡事以大局为重，做事懂得把握尺度，凡事与人为善，懂得为他人着想，贵人运十分出色，事业发展比较顺利，而且还能帮助丈夫排忧解难，一生财运出色，收获满满。3. 耳珠圆润丰满。耳朵在相学中称为财天官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福气和财运。如果女人的耳朵长得厚实圆大且耳珠圆润丰满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很有智慧，而且性格温和贤惠大方，懂得体贴和关心他人，做起事来很有规划和想法，能够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能教育好孩子，在事业方面也能够为丈夫出谋划策，提供很大的帮助和支持，给夫家带来好运气，家庭收入也会慢慢增多，娶到这样的老婆就偷着笑吧。4. 双下巴。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蓄财能力、责任担当和晚年福气。如果女人的下巴长得圆润饱满或者双下巴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乐观开朗，心胸也比较开阔，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比较的积极向上，待人处事方面温和大方，做事踏实稳重，脾气好，度量大，心胸比较的开阔，不喜欢斤斤计较。不仅自身财运很好，而且非常的贤惠，事事懂得为家人考虑，不仅自身事业好，还能给丈夫的事业提供帮助，属于典型的贤内助，是不可多得的好老婆人选。5. 眼神干净清澈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最能表达出一个人的真实的性情和内心。如果女人的眼睛长得黑白分明，眼睛看上去非常的干净清澈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内心也比较的纯净和善良，性情温婉，整个人看上去也非常的有气质，对于异性有着很强的吸引力，
而且做事很有分寸，即使身处逆境也能从容面对，有着极强的帮夫运，还能够把家人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旺家又旺财，乐于帮助身边人。娶到这种女人，而平直，鼻根高，因此鼻根部位凹陷不明显，鼻尖较尖，鼻基底部呈水平位。拥有这种鼻相之人，往往具有争强好胜的性格，同时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。他们一生中往往难以接受平庸的男性做自己的爱人，故此他们是孤独的，也是寂寞的。这类女性，假如观念与心态再不改变的话，很可能会孤独一生。2. 山根尖细。所谓山根，是指鼻梁顶端与印堂的交界处，此处生得尖细，而且鼻梁瘦削无肉。鼻准尖的人个性较为孤僻，不喜欢与人交往，因此朋友不多。假如尖门处再向下凹陷的话，此说明此人婚姻生活不理想，与配偶间的关系不好，有分离的可能。再加上本身不喜与人交往，到老时身边自然缺少人来陪伴，孤独难免。3. 泪膛处有杂纹。所谓泪膛，也就是人的下眼睑处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眼袋部位。此处在面相中称为子女宫，掌管着人的子女运。假如泪膛处生有杂纹的话，预示着其人的子女运较差，要么不能生育，要么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好，平时少往来，到老时子女很难在身边承欢膝下，生活会很孤独。4. 人中短浅有横纹。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通常子女都不太注重孝道，甚至会以下犯上，侵犯长辈，不口出恶言已然不错，更别提能在身边照顾，因此晚年生活较会孤独凄凉。5. 喉结凸起，吹火嘴。喉结凸起，嘴巴向前撅起，形状如吹火一样的人，平时口无遮拦，喜欢八卦和挑拨是非，平时人缘较差，朋友较少，即使是在遇到困难时，也少有人出手相帮，特别是到晚年时，会因为身边缺少人照顾而倍感孤独。6. 腹喘口。嘴型口角下垂，唇呈猪肝色，称为腹喘口。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个性倔强，心胸狭窄，常在心里记恨别人，很难与别人相处。久而久之，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到老时便容易形单影只，孤单一人。7. 唇形歪斜不正。生有这种面相的人，常常会招惹口舌是非，个性欠缺诚信，周遭的人即使刚开始被蒙混，但是看久了被看穿之后，便会远离。待到晚年时，常是身边无人，生活孤苦而穷困，即便富贵亦是孤独。8. 皱纹口。皱纹口的特色是上下唇的尺寸不合，唇上面的皱纹很多，特别是上唇部分，看起来整个皱皱的，这表示年纪还没到就提早血气衰弱，因此中年之际运势便开始走下坡，晚年更是孤独。皱纹口的长相就算再笑，看起来却像哭丧着脸，而且谋事难成，老年孤独无助。皱纹口的女性婚姻历程多属不幸，生活历经艰辛，即便得女子孝养，精神上仍难以放下过往伤痛，郁郁寡欢者居多，活在当下才是解脱法。9. 下巴短小。在面相学中，下巴代表一个人的晚年运，下巴生得短小的人老年寂寞，贫困且子女运不佳，感情生活也不顺利，容易在晚年时孤独寂寞。2. 晚年孤独的类痣特征。1. 额头发际处有痣。在额头的一侧靠近发际的位置长痣，被称为孤独痣。长有孤独痣的女子性情孤僻，寡言少语，与家人亲友的关系较疏远，男子则不利父母妻儿，通常会远离他们，独自在外生活。2. 脸颊上有痣。脸颊上的痣也意味着孤独，较难安定下来组建家庭。如果长在笑肌上，意味着隐藏的灾难。为颧骨有痣，代表此人能够成为成功的管理者，在职场拥有权势和地位。3. 下巴正中央有痣。假如在下巴的正中央位置长有墨痣的话，也是一种不吉利的表现，预示其人与子女关系疏离，晚年容易孤独无助，身边少人陪伴。4. 胳膊外侧有痣。在胳膊的外侧靠近手肘处有痣的话，预示其人性格孤僻，不善与人交往，朋友很少，而其人不但婚姻感情较差，与六亲关系也不是很好，容易孤独终老。5. 手掌心有痣。手掌心有痣的人很少，相书认为，假如在手掌的正中心长有痣的话，是天煞孤星命，会孤独一生。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，只说明其人事业心很强，常在外打拼事业，很少与家人团聚，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孤独吧。3. 晚年孤独的手相特征。1. 川字掌。川字掌有2大特点，一是钱多成就大，二是感情婚姻不顺，孤苦寂寞。
所以首相川字长是孤独的首相，一辈子没有开心的时候，就算事业做得再成功，依旧只有自己一个人孤独的享受。2. 断掌。断掌的人在性格上显得坚强，自信心充足，处事极为理智，不易受感情的影响，自然独立的性格。这种性格往往很要强，不听劝告，对婚姻较易产生波动，所以是孤独的首相。3. 感情线被小横线穿过。在首相中，如果感情线终止于终止，并且被许多小横线穿过，那么预示着其人爱情生活常发生痛苦或失败，事业上没有飞跃，一生容易被小人打扰，出现婚姻不幸福。特别是在中年的时候，人们的职业和事业容易发生突然变化的危机，所以婚姻不幸福，晚年孤老。4. 婚姻线杂乱长短不一。婚姻线杂乱长短不一，代表一个人的感情很差。有此线的女孩子很难遇到好的爱人，很容易最后孤独一个人度过一生。已婚者的爱人多被桃花运气干扰，事业上没有飞跃，一生容易被小人干扰，中年以后命很苦，晚年易患疾病，命中克子。5. 孤独纹。有一种掌纹，就算是你想谈恋爱也很难谈成，这样的掌纹叫做孤独纹，是位于中指下方，由一个半圆形形成的。手上有此纹路的人注定一辈子单身，即使结了婚也是不会幸福长久的，一般合上尼姑的手上会比较常见。相由心生，面相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会随着人的心性而发生改变。即使有不好的面相特征，也不用过分担心，只要及时修正自身的弱点和弱项，恶质会慢慢消失。命运中3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8种孤寡女人面相，晚年孤苦无依。我们时常会自我调侃祝孤生，也就是说明我们可能觉得自己会孑然一身过一辈子，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祝孤生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。但是有一些女人的面相可能就是属于这么一种孤独的命格，就容易一个人待着，很少有一些和其他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。年轻的时候倒还好，年纪大了就容易感到非常的寂寞。那么什么样的女人面相容易孤寡呢？什么样的女人又能够找到自己的归属，嫁给一个好老公享福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这8种面相的女人易孤寡。1. 人中有横纹。人中也称为寿堂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运和性情。对于女人来说也称为子庭，代表着生育力和子女运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部位长有横纹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身体素质不佳，生育能力低下，容易有不孕不育的可能。而且这种女人大多性情和脾气都非常的急躁，做事总是优柔寡断，缺乏魄力，做事缺乏条理，说话不知道分寸，特别的容易得罪人，不受人待见，人缘比较差，异性缘不佳，感情运大多不顺利，容易嫁给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，婚后受到冷落。2. 耳轮反转。耳朵在面相学中影响一个人的智力水平、个性和福气。如果女人的耳廓骨长得高耸外翻，反包耳轮的话，这种耳相在面相学中也称为轮飞廓反。这种女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活泼开朗，但是个性特别的叛逆，为人处事方面特别的任性，而且特别的喜欢表现自己，凡事都要争强好胜，喜欢出风头，爱与别人抢功劳。但是遇到问题总会给自己找一大堆理由，考虑问题的时候特别的主观，从来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，脾气非常大，缺乏包容心，非常的不招人喜欢。3. 眼球突出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如果女人的眼球外凸较为明显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特别的爱交际，表达能力和表达欲都非常的强，不过却有一种神经质，整天像个话痨一般，特别的爱唠叨，给人一种比较啰嗦之感，而且好胜心极重，表面看上去大大咧咧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实际上什么好事都想掺和一脚，还经常喜欢在背后说别人是非，做事也是虎头蛇尾，经常半途而废，没有一点恒心。初始交往觉得人非常的不错，时间久了之后就会慢慢变得非常的惹人嫌。4. 希腊鼻。所谓的希腊鼻指的是鼻梁长得较为高耸，尤其是山根部位长得高而平直，
山根在面相学中称之为夫妻座，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强弱和婚姻运好坏。这种鼻相的女人一般外形较为突出，但是性格方面大多比较的高傲和强势，凡是喜欢争强好胜，而且属于那种特别完美主义的人，喜欢钻牛角尖，既渴望浪漫，又接受不了男性比较平庸，对于另一半的要求比较高，让很多的男性望而却步，感情大多也是无疾而终。5. 泪膛部分枯陷。泪膛位于眼睛的正下方位置，在相学中也称之为子女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、子女运势和夫妻感情。如果女人的泪膛部位长得干枯而下陷的话，这种女人一生大多比较的操劳，整个人性格方面也比较的麻木和冷淡，为人处事方面给人一种比较刻板木讷的感觉，在生活中缺乏激情和情调，不懂得浪漫。与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的话，会感觉生活非常的乏味，让人提不起兴致，容易受到丈夫的冷落，整天显得郁郁寡欢。晚年的时候，与子女的关系也不是很好，晚年孤独而辛苦。6. 印堂狭窄。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鼻梁上方，在相学中被称之为命宫，属于面相12宫之一，代表着心胸气魄、运势凶吉、人际关系等等。拥有这种面相的女人，性格比较的狭隘，没有容人之量，自私自利，还喜欢占小便宜，有着很强的嫉妒心，经常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。她们还比较的自我，为人处事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和利益，经常得罪人，身边很少会有知心朋友，晚年注定孤独。7. 腹喘口。嘴型口角下垂，唇呈猪肝色，称为腹喘口。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个性倔强，心胸狭窄，常在心里记恨别人，很难与别人相处，久而久之，身边朋友越来越少，在一生的时光中几乎没有一交到值得信任的朋友，到老时容易形单影只，孤单一人。8. 眼神凶暴。正所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在相学中，眼睛又被称为监察官，属于面相5官之一，象征着一个人的心性良善、智慧高低、运势凶吉等等。拥有这种面相的女人，性格比较的急躁，做事经常有始无终，冲动易怒，发起火来六亲不认，经常招惹到无辜的人，容易得罪人。他们的内心还很阴暗，看到别人过得好，就会想方设法的去破坏，因此自然不受身边人的待见。2. 这6种面相的女人嫁得好。1. 下巴圆润厚实。下巴在面相学中称之为地格，象征着一个人的财富、田宅和晚年运势。如果女人的下巴长得饱满圆润、厚实有肉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格和脾气都比较的好，给人一种温和之感。在为人处事方面比较的大度，包容性很强，而且很有大局观念，不会天天为了点小事儿而斤斤计较，而且人际关系非常的好，个人能力也比较强，所以财气和福气都比较的旺盛，很会赚钱，往往能够嫁一个对自己好、经济实力又不错的男人，婚后财富满满，非常的幸福。2. 额头浑圆饱满。额头为一个人元神之所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、健康和精神状态。如果女人的额头生得浑圆饱满，而且光洁无痕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运气非常的好，而且头脑聪明，善于学习和思考，在对人对事方面很有气度，懂得把握分寸，属于那种有胆有识的内心，一生福气满满，大多都能嫁给一个如意郎君。婚后旺夫又旺子，不缺钱花，日子过得富足又幸福。3. 眉毛清秀。眉毛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人际关系、性格脾气和生活态度。如果女人的眉毛长得清秀柔顺、浓淡适中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脾气很好，待人处事方面温和有礼，不喜欢乱发脾气，而且特别的重感情，为人有情有义，身边的贵人较多，在事业和生活上总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，往往能够遇到属于自己的真命天子。嫁一个好男人，婚后温柔贤惠，能够把家庭和个人的事业
都操持得井井有条，夫妻关系很好，家中的财力也是越来越雄厚，日子越过越富。4. 天仓饱满开阔。天仓即是眉毛尾部到发际线之间的太阳穴部位，在相学中，天仓代表着一个人的祖业和积蓄财富的能力。如果女人的天仓部位长得饱满开阔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开朗和乐观，待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热情大方，再加上祖上留下来的基业和财富，从小到大日子过得都比较的顺利，不会为了钱发愁，也能够嫁一个有能力的丈夫，还能给丈夫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助力，让其事业越做越大，婚后的生活也是兴旺而发达。5. 田宅宫饱满干净。田宅宫既是眉毛和眼睛之间的上眼皮部位，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钱财和资产状况。如果女人的田宅宫部位长得饱满而干净，没有恶痣恶疤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财运很好，吸金能力比较强。这类女人头脑非常的聪明，有着很强的交际能力，而且个人能力也比较强，所以身边容易聚集很大的人脉，贵人很多，也能够如愿嫁一个自己心仪的好男人。婚后钱财不缺，生活无忧，属于难得的好命女人。6. 鼻尖圆润有肉。鼻子在相学中称之为财帛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人品、财运和存钱能力。如果女人的鼻头部位长得圆润、光滑有肉感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非常的大度，待人也比较的诚恳，很有耐心，属于那种性格非常好的女子，也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特别的善解人意，因此很受周围人的欢迎，人缘很好，容易嫁到富贵人家，自己也非常的会赚钱，婚后幸福指数非常的高。每个人都希望有人爱有人疼，不过感情之事都是互相的，如果你的命格不太好，那么就需要多付出，这样才不会孤寡。好了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迷你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天生孤寡命的面相。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，儿孙满堂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有的人却一生孤独终老，无依无靠，十分凄惨。从命理角度分析，这与一个人的面相也有着密切的关系。那哪种面相的人天生孤寡命呢？今天小酱汁老师就来为酱友们揭秘，希望你们都没中。1. 肩门凹陷，颧骨低陷凹入。这类面相的男人性格内向，心思缜密，容易患精神疾病，并且他们的婚姻大多不太理想，与配偶关系容易出现不和，且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平淡，晚年身边容易无人陪伴。此面相的女人一般在婚姻中易遭到暴力，且极易流产，在32到24岁之间，精神与肉体容易饱受折磨，即便不离异，也难以消除内心的孤独感与无助。2. 三白眼，吹火嘴。此类面相的男人斤斤计较，心机较重，做事心狠手辣，咄咄逼人，难有贵人相助。在38到42岁期间，亦因他人算计惨遭报复而妻离子散，且难以东山再起，晚年大多孤苦伶仃。此面相的女人喜欢背后道人是非，落井下石，自身能力不高，却看不起能力差的人，婚后喜欢挑剔另一半，有诸多苛刻，对待子女也尖酸刻薄，与子女关系不佳，晚年易遭子女抛弃，生活贫苦无依靠。3. 泪膛处杂纹多，牙齿参差不齐。所谓泪膛，也就是人的下眼睑处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眼袋部位。此处在面相中称为子女宫，掌管着人的子女运。泪膛处杂纹多，牙齿参差不齐的男人，为人做事摇摆不定，十分偏激，大多与子女关系不好，经常发生摩擦，晚年难享子女福。有此面相的女人，为人大多较内向，且易滋生烦恼。他们若是在30岁之前没有选择生子，那么在32岁后则大多难再能生育，容易因此与另一半发生矛盾。50与53岁易遭遇另一半抛弃。4. 眼尾有恶痣，人中窄且短。这类男人为人缺乏自信，做事缺乏判断力，且易与人发生摩擦。
在29到32岁期间，他们极容易因为自己的情绪问题或者是父母的介入，无法找到合适的对象，容易孤独终老，子女缘浅。此面相的女人为人胆子较小，身体较为虚弱，且生殖能力较差。在28到30岁，极容易因为意外而流产，或者子宫方面患疾病影响生殖能力，最终有可能导致无法生育，晚年无子女赡养，颇为坎坷。5. 眼窝凹，鹰钩鼻。这类面相的男人是典型的事业能手，为人有城府且善于谋划，事业方面大多能有不俗的成就，但不利婚姻。在30到34岁间，易因遗产或者其他经济纠纷而与另一半或者子女发生矛盾，最终导致自己被冷落，晚年难有依靠。此面相的女人为人自私，通常会以德报怨，婚后亦因另一半无法满足自己某些无理的要求而责怪对方，最终易造成感情畸形。在40到44岁期间极易离异，晚年生活孤独。6. 黑眼圈重，下巴短。这类面相的男人说话做事都缺乏威严，事业方面难有突破，且易遭他人嫌弃。婚后他们极容易因承受不了某些事业的打击而选择离家出走，或者与另一半离异，后半生会生活的坎坷无助。此面相的女人做事没有冲劲儿，且缺乏主见，身边缺乏朋友，且难以管束子女，子女一般较为叛逆。40到44岁期间，亦因孩子以下犯上而身体颇弱，晚年无子女缘。7. 鼻梁消瘦无肉，鼻准尖且下巴有疤。有此类面相的男人，个性比较孤僻，喜欢独来独往，做事固执且不听人劝说。32到34岁时感情运极弱，极容易因为自己的经济问题与另一半发生争执，最终难逃离异的结果。中年大多孤苦伶仃。此面相的女人为人内心不够细腻，心直口快，容易因表达问题而与另一半发生矛盾。在34到36岁，他们大多会面临较大的家庭纠纷，容易因此而离异，且晚年的子女缘浅。8. 耳轮反转。耳轮反转的人性格活泼好动，爱表现自己，但又很叛逆，喜欢辩论，总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，辩不出输赢就不罢休，所以很不招人喜欢。假如是女性的话，表明与情无缘。由于其太有个性，脾气又大，考虑问题太过主观，而且事多，还缺乏包容心，所以男人一般都不喜欢与其交往。9. 脸上杂毛多，唇形歪斜不正。此类面相的男人缺乏诚信，喜欢吹嘘，虚荣心强，心胸狭窄，十分记仇，身边朋友寥寥无几，且大多会选择远离他们，事业难有贵人。在40到43岁之间，虽然事业运不俗，但亦因与另一半纠纷而导致事业出现危机，感情也易因此崩溃。此面相的女人为人口德差，性格强势，从不考虑他人利益，婚前亦因过于自私自利而不断伤及另一半，婚后则亦因过度贪婪钱财而与另一半发生矛盾，最终难逃离异结局，中年会较为孤独，老年老无所依。10. 腹喘口，腰粗腿细。这类面相的男人心胸狭窄，喜欢占小便宜，对待另一半吝啬且多疑。在26到29岁期间厄运颇多，或者是遭遇另一半的暴力，或是因占他人便宜而被报复。婚后他们大多会与另一半的父母不和而发生感情危机，如若离异，在43岁后则难以找到合适对象。此相的女人个性反复无常，让人难以琢磨，易与他人发生争执，婚后亦因多疑而不断与另一半发生纠纷，因此而导致另一半冷漠对待，晚年较为孤独。11. 嘴唇厚且牙缝大，臀部扁平。有此面相特征的男人为人做事缺乏规划，喜欢幻想且执行能力弱，在爱情中喜欢逃避，并且对另一半漠不关心，婚后易出现同床异梦，老来已无妻女陪伴。此面相的女人注重物质与肉欲，无法忍受单调的生活，婚后亦因不甘平淡而奔波事业，忽略家庭，亦因此而导致与家人关系不和，老年即便富贵也孤独难免。自己的相貌是天生的，我们也不可能去改变什么。一个人只要心地善良，愿意助人为乐，好人还是会有好报的。在此，小酱汁提醒酱友们记住一点：还人心愿如还己愿。再者，对于孤苦的面相，一般多为时运不佳、时机不成熟而产生的错误因缘，致使自己的人生生涯出现断轨。因此呀，在挑选伴侣一定要谨慎。
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